延续上周内容，介绍到了第4章，讨论在农村的地区。1949年以后，中共掌握政权，那么要怎么处理农村问题？我们过去也讲过哈，这个土改，那么是共产党的神主牌，他们是靠着这个土地革命夺得政权的，也是靠着80年代靠着土改开始改革开放的。所以，中共在农村这几十年来，1949年以后做的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很重要的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一周我们讲过，在整个土改中啊，有个非常突出的因素，就是国家暴力。没有国家暴力，就不可能有土改政策的成功。暴力就是土改政策中虽然不明讲，但是得到各级政府默认的一个基本的手段，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家暴力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说到暴力呢，早在1929年的农村工作中，毛泽东就非常的强调要利用农民中的流氓无产阶级，他非常清楚啊，要找出农村中的流氓无产阶级，然后通过暴力手段来推动土地革命，这就是毛泽东夺取政权的基本路径，非常明确，利用农民中的流氓无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推动土地革命，然后夺取政权，这就是共产党起家的一个最基本的途径。美国有个学者叫陶涵 J. Taylor， 他曾经总结说，他说照毛泽东的这个叙述哈，年轻的中共干部通常都会把新团体的领导权交给一无所有的村民，比如说那些失业的呀、失学的呀、企业呀或者当兵回来的呀，把新政权把权力交给他们。那么这些呢，毛泽东口中都说所谓是一些社会渣子。那么毛泽东的口中的这些社会渣子，在带着一帮最穷的农民去杀害地主和其他阶级敌人，而且对所谓的土豪劣绅，就是士绅阶层进行群众公审。这是美国学者 J. Taylor 在研究中的这个结论哈。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年轻的时候领导农村工作的时候有一句名言，这个名言以后好像到文革中就成了全国都会说的一句名言，那大家都知道，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哇，这左倾的人就是这么狠哈，都是要一个阶级要消灭另一个阶级，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一套可不是文革才有的，这一套毛泽东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就在内心扎下了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可见呢，就是每个农村啊，陶涵就说，在土改中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一个公布现象啊，那么就是这个公开的大规模的杀人，要求指标下到每个农村、每个村庄都必须进行这种暴力土改。我们以后会看到，好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按比例杀人的这种治国方式，继续成为全中国革命的基本的指南和基本的一个口号。继续鼓舞着全中国的这种暴力行为，那当然在土改中就体现的非常明确。1951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自文在给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做动员思想报告的时候讲了一番话。什么叫做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啊？就在政协里，就所谓一些民主党派啊、亲共产党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政协。把他们组成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下去看土改是怎么搞的，其实就是对他们进行，我觉得进行内心上的震慑，或者说用共产党的话说，进行教育。安自文给他们做讲话的时候讲得非常明确，这个讲话就是1951年10月10号这个讲话，安自文就说，他说土改啊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和平土改是不可能的，讲得非常明确。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各地展开土地改革运动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依靠暴力动员群众。举例，你比如说江苏南部，我们统称为苏南。江苏南部地区土改期间，经过所谓的人民法庭，人民法庭就更不由法庭组成，由人民组成，老百姓就可以判人死刑。根据这个苏南地区土改期间经过人民法庭逮捕的地主，光是江苏南部逮捕了14300
413人。在这里头呢，判处死刑3219人，苏南地区就杀了3000多人，判徒刑5833人，被管制的1778人，教育释放的才有1607人，抓了14000多人哈，真正放了的只有1600人，其他的不是被杀就被判或者管制起来。那么在苏南地区，全乡以乡为单位，乡以上召开这种斗地主的斗争大会，就召开了13609次，参加斗争的农民达到6756458人，占当时苏南地区农村总人口的58.66%。你刨掉小孩不能动的哈，基本上都出来。那么上台控诉的群众达到151412人，被斗争的人数啊，就是地主、富农等等，达到28237人。这是仅仅是苏南地区土改的一个概况，就是江苏南部啊，你想就枪毙了地主3219人。那么江苏北部呢，江苏省呢更遑论全国。你就知道，后来我们有个大概的估计嘛，就是当然没办法有完整的数字哈，在土改中被杀死的地主，家里有点地的人被杀死的，应该是在100万以上，100万、200万甚至400万，各种说法都有。另外，比如说无锡当时建制还是一个县，无锡县委1951年1月18号，这是在苏南地区下面的无锡县。他1951年1月18号向苏南区党委农委做了一个报告，介绍半个月的情况，土改的情况。就在这半个月里，根据这个报告，这些材料文本后来都有找到哈，说无锡县的城门墙后石乡，这个乡啊后石乡，在斗争方法上有3部曲，就是地主到台上就先跪下，如果不承认就打。承认以后呢，就让他在台上爬，这是这个乡政府上面写的报告说我们是这么斗争的。那么青阳区政府呢，拿着棍子在万人大会上让发棍子给群众，让老百姓上台打地主，要每一个诉苦的人打，一定要把斗争对象打出血来才能停止。他这是完全已经成了一种制度哈。在土改中啊，苏南全区群众打死的地主，被群众打死的地主达55人，这还都是官方数字。另外，当然还有许多就是自杀现象。你比如说武进县，这个很多人知道，武装的武，进步的进。武进县一个县土改的时候就自杀了11个地主。这个县有个乡叫陈树乡，陈树乡有个地主啊，他土改前把粮食和家具都变卖掉了，他算比较聪明的哈。这个今天中国有钱人真的应该听听我讲这一段哈，我都觉得这以后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啊。你学学这些地主，这个陈树乡这个地主土改前他把粮食家具都卖了，想说这样我就贫农了吧，对吧？你还逗我干嘛？结果群众发现以后还是让他赔，说你原来是有的，只是你卖掉，那你现在还要按你原来有的粮食和家具来赔给我们这些穷人，所以就斗争他。限制他1天之内要把卖掉的粮食家具拿出来，这个地主当场只好就答应，要不然打呀。回家以后就上吊自杀了，拿不出来，他已经变卖掉了，还让他拿出来。大家知道中共是非常非常擅长宣传的，大外宣哈非常厉害。那么中共呢，经常的运动手法就是把文艺宣传和国家暴力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在广州的土改运动中，我们很多人还记得吗？有个歌剧叫《白毛女》，完全就是个文宣作品哈，这不是大外宣，大内宣。在土改运动中，白毛女的演出场次最多，这是在延安时期拍的一部歌剧，控诉地主阶级的。据当时的一个演员回忆我们这找到的材料哈，这个白毛女是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一部歌剧。表现的就是旧社会的地主阶级如何压迫人民，然后共产党怎样解放了穷苦大众，从山里把白毛女救出来，一个非常煽情的煽动阶级斗争的一个歌剧，在土改运动中广为流传，到处去演出场次非常多。当时演员回忆说我们上去演白毛女，
演完以后，马上就演完了之后，我们下台就把地主拉上台批斗，趁着这个白毛女刚激起大家的情感哈，他说当时呢还有个法庭的厅长跟我们一起上台批斗这个地主，民愤比较大的地主在台上批斗完了，直接就拉下台，就在舞台边不远的地方直接就开枪就杀了，就枪毙了。这是一个白毛女演员的回忆。你想这样的国家暴力，实际上它是把群众和国家的暴力双重的暴力结合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其实这是我们以后要反复讲的。因为是群众暴力，在法不责众的群体心理下，暴力程度自然就会升级，而暴力行动的升级又可以进一步的震慑地主阶级。有的地主被点天灯啊，我看那些材料，有的被地主像耶稣一样被拿那个钉子把四肢钉在他们家的大门上。点天灯是很常见的啊，头朝下挂在树上，然后从头发开始点火，活活这么烧死。这种情况下，你想想这些地主的这内心的这种恐惧，就是要用这种血腥的暴力去震慑地主阶级，然后动员更多的群众参与。你不是有钱吗？你不是农村里有钱人吗？我就发动穷人这么斗你，而且用这种方式。这种情况在三反五反的城市里也发生过。当年共产党50年代就是这么对待啊，跟他认为敌对的阶级的。那么未来是不是也这样？大家可以考虑。当然了，对于土改，各级地方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我们讲历史啊，就是也要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叶剑英。叶剑英这些广东，大家知道广东是个独立王国，广东省都用自己的干部。叶剑英等广东的地方领导，在土改问题的暴力使用问题上，跟中央政府、跟毛泽东就有一定的分歧。这个分歧说起来也是广东啊，长期以来存在地方势力的开始啊，他本来就是冯白驹啊这批人，长期在广东活动，讲的语言都不一样嘛，粤语，一直到今天，广东的这种因素哈，在中国政治格局中还是有它的这种作用的哈。那么广东在土改中就面临着一个跟其他地方非常不同的特殊性。什么特殊性呢？那就是广东有大批的华侨啊，那么而且跟海外的华侨有密切的联系，这个是内陆省份没有的事情。在广东，很多的华侨是靠贸易起家的工商业者，他们虽然在城市里做工商业者，但是在农村拥有土地。那么有些根本就是地主和富农这些华侨啊，他们把经营土地的资本投入到城市的商业活动中。那么对于广东省委来说，这些华侨在广东的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他们也都是地主，如果他们的家人和他们地主都被打倒了，广东的经济就垮掉了，或者说没有这些工商资产阶级支持，很难稳定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政权。尤其重要的是，广东很多当地的干部，不管是血缘还是亲友关系上，跟华侨，也就是跟地主阶级和工商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对于华侨在土改中受到暴力冲击，广东省委有很大的意见。有鉴于此，本身就出生在广东中山县的叶剑英，他在广东搞土改的时候就反对激进的土改政策，所以广东的土改运动没有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暴力色彩，这个引起了在中央的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个毛泽东跟叶剑英的这种本来是好朋友哈，这种不满这个分歧由此就发生了。那么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注意到了广东土改没有采用国家暴力，没有死那么多人，非常恼火。1952年6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毛泽东把广东的主要地方干部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广东地方领导人直接招到北京去，当面就批评了他们的政策，说你们这个根本就是和平土改。你看和平有什么不好？可是和平土改在毛泽东的嘴里就是个指责的话，就是个控诉，痛斥他们说你们搞和平土改，然后指责他们在人事问题上搞地方主义。这个样子情况下，那么叶剑英这些人就受到了党内的纪律处理。叶剑英8月份，叶剑英毕竟德高望重嘛，毛泽东还不能下手太重，所以1952年8月，叶剑英以养病为名，就从广东调回北京，实际上就不让他在广东继续主持土改。随后，
北京这边派出了1630名北方的军队干部下广东，这就是大军南下啊！你要了解共产党那段历史，你就知道有个词叫大军南下，就讲的是这件事。为了把广东地方势力打碎，为了让广东的土改能够顺利的按照全国要用暴力形式开战起来，专门中央派出了1630名北方军队干部南下。这些人后来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广州了，所以广州有很多的老干部，其实原来是北方人，就是要用他们去替代广东本地干部，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土改能够顺利推进。到了土改结束，陆陆续续的北方工作队下去，大约有6000名北方干部替代了广东当地干部。所以你看，毛泽东其实搞政治运动，经常是一箭三雕啊，这个一石两鸟。他既去发动地方的这个群众积极性，又消灭地主士绅阶级，同时也以土改运动为名，把广东的地方干部用自己的人马，北方的军队干部给替换了。6000名北方干部大军南下，使整个的广东地方主义土崩瓦解。这个以后我们在别的课上就是讲这个党内斗争的时候还会再提到。不管怎么样，广东的当地土改因为这样才得以按照中央的旨意以暴力展开。在这时候，广东的土改的暴力色彩才呈现出来。可见啊，总之我要讲就是说，我们这节课讲的就是在土改运动中的国家暴力，完全是毛泽东在北京指挥的，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展开的国家暴力。它绝不是说个别地区的过激行为，也绝不是说个别的干部没有掌握好政策，或者某些群众过于激进才开始的国家暴力。整个土改中，几百万地主被打死。各地出现广泛的这种暴力运动，像现在关押监狱的黎智英，他写回忆录，他就写他为什么后来逃到广州。要黎智英为什么对共产党那么仇恨？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就是在广东那时候土改中被打死的，他整个家族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我们有个老作家叫张中行，他也写过啊，土改的时候这家人怎么被打死，他讲到那些情节之惨烈。好，他讲到这个为了这个。怕小女儿这个哭被发现，有的家庭活活的把小女儿在水缸里淹死啊，也不要让这个就是地主家庭啊，怕这个土改工作队把小女孩拖出去给打死，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非常非常惨烈。土改是在非常惨烈的国家暴力下展开的，但这个我觉得还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除了了解之外，还要理解，就是为什么要用这种其实不成比例的国家暴力。上节课我们就讲过，其实各地都有广泛的农民地方武装，就是民兵。那么地主根本没有任何武装，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用如此血腥的国家暴力？国家暴力必然有它其他方面的用意，比如说刚才我讲过的就是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其中用意，还有很多的用意。在接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家暴力无所不在。整个这个中共的统治之所以能够存在、巩固、延续到今天，是跟国家暴力完全离不开的。不理解这一点，你就完全无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完全无法理解中国过去和今天以及未来可能发展的路径。国家暴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最突出的一条红线。要不然为什么是5星红旗？是红旗呢？那面旗子就是用鲜血染成的。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包括地主的鲜血、工商资产阶级的鲜血。建国刚3年，1952年，通过土改，通过三反五反，把城市里的工商资产阶级、把农村的地方士绅阶级2个阶级以血腥暴力完全消灭掉，共产党的政权得以相对的稳定住了。好，今天课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周继续介绍土改。